格拉，泰姬玛哈陵所存在的城市。第一次在印度感受到威胁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才一步一步走进危险的局？一张车票，一本笔记本，一路越走越怪，越来越危险，最后竟然必须要连夜逃跑。这段经历直到现在想起来，我都还后怕。这是一个真实出逃阿格拉的故事。哦，看到了，我们的车子。好，现在总算在5点40分的时候上了车。今天要来走一个印度经典观光行程，就是泰姬玛哈陵。火车的座位呢，类似台湾的高铁，车上蛮安静，也很舒适，太期待了！这将是我人生第一个世界7大奇观。火车站竟然有一只牛，火车站有牛，无言。可想而知，这边待会又要进行一场就是我与嘟嘟车司机之间战争。天啊，这个人穿的是进击巨人的衣服。一下车就遇到一个司机跟我说，一个人100块去泰姬玛。他英文很好。你还记得我上一个遇到英文很好的人吗？我连杀价都没杀，经鏖战过多，今天决定佛系休兵。我以为自己只是搭上了一台普通的嘟嘟车，没想到它会带我走进一场难忘的逃亡旅程。这台很可以安心坐 ，from Taiwan。司机人很好，司机在开车，车很晃。哦，他说这是他字很丑的原因，他是在车上写的啦。看到那些熟悉的繁体字，突然有一种安全感，像是在异地被台湾人拍拍肩膀说这个 OK 啦。今天超级幸运遇到的是他们的什么 Republic Day， 所以竟然不用钱，原本是1300块的门票，现在就是 for free， 非常开心。现在正在是那个正门口，这边的安检其实蛮严格，很多东西都不让带，好像连口红粉底都不可以，因为会破坏这边的环境。泰姬玛哈陵是世界7大奇观之一，它是莫卧儿皇帝沙贾汗为他挚爱的王妃所建。王妃在生下第14个孩子后过世，沙贾汗悲痛欲绝，花了20年的时间，召集来自波斯、鄂图曼、印度的工匠，只为了让他死后住进世界上最美的宫殿。这里不只是印度最壮丽的建筑，更是一座爱与死亡的纪念碑。是蒙古尔王朝的沙加汗皇帝为了纪念他第2任老婆所盖的超美丽、超豪华坟墓。但是呢，这个皇帝最后在死之前呢，反而被囚禁在了对面的红堡，所以他后来只能就是在那个红堡里面遥遥看着泰姬玛哈陵，想着他的老婆。传说好像还打算在泰姬陵的正对面盖一个一模一样的黑色泰姬陵。那埋葬在这边的这个皇后呢，就她的老婆其实并不叫泰姬，而这个塔吉就是皇冠的意思，所以你不能说她这个人叫泰姬，就是没关系的。站在泰姬玛哈陵前，你会看到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宏伟的红色建筑，一边是清真寺，至今仍在使用。另一边是所谓的回音建筑，当年为了建筑对称而设计，但如今用途已经不明。是比较传统的蒙古尔朝廷的建筑，就是用粉色的砂岩。这石头看起来就比较软，雕刻难度系数应该会比大理石低很多。来看一下这条河，那是雅穆纳河，是印度教里神圣的河流之一，同时也是恒河的支流。在建筑上，它让整个陵墓像是漂浮在天地之间。传说中，王妃的灵魂可以穿越雅穆纳河，前往来世的天堂。当你发展文明很好、钱太多的时候，才能盖这种奇迹的感觉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超级巨大、超级华丽。来摸摸看，大理石，很冰很冰，全部都是大理石建造的。泰姬玛哈陵是在17世纪中期建造，当时没有任何的现代机具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处线条、石墙都是人力搬运、手工雕琢。当时没有电脑建模，没有工厂预制，是用时间、体力和记忆慢慢磨出来的一个世界奇观。
主体白色大理石来自拉贾斯坦邦，距离阿格拉有300公里远。他们运用河道与牛车并行运输，花了多年才把所有建材搬运。有些贵重的宝石、青金石、绿松石、玛瑙，还是从波斯、中亚甚至中国一带所进口的。在底下凿了相应的洞，然后把这个石头给敲进去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因为我刚刚还想说，这个是用画的吗？还是用陶瓷烧的？直到细看才发现是用镶嵌的。这个叔叔在跟他的家人泰姬陵现场直播。家人们，看在我身后的就是泰姬陵啦。刚才有讲到，旁边有4座宣礼塔是给穆斯林做礼拜的时候使用。那这4个宣礼塔，它其实盖的时候，它不是垂直盖，就是为了有一点倾斜。这样如果有一天发生什么意外，它如果倒了的话，它是会往外倒，而且不会打到这个主塔。所以这些细节都是有经过设计的。远远看去，就像附上一层优雅的蕾丝雕花，你无法想象那竟然是一块一块坚硬的石头。4座细长的尖塔笔直耸立，这不只是陵墓，而是思念，是沙贾汗说不出口的痛，是用石头堆砌的无声情诗。我刚才去厕所，那是一个付费的厕所。我给了门口的阿姨钱之后，我往女厕走，阿姨把我拦下来，叫我去男厕。就是可能我在他们眼里是，如果我没有说话的话，他们可能很难分辨出来。我还问他为什么，然后他听到我讲话，然后他才指女厕，快笑死。这是他们的捷运站。我有兄弟吴在京，我有马路超人。哇，这就是红堡阿格拉堡，这就是蒙古尔时期的建筑，都是用粉色的砂岩。600元一个人，600卢比。真的要笑死！他给了 QR code 的票，但他用检票机把他那个洞剪掉，那干嘛用 QR code 是在哈喽？哇，好壮观的红堡阿格拉堡，认证的遗产。来到阿格拉，旅人的目标通常是泰姬玛哈陵，但在不远处还有另外一座沉默的王者——阿格拉红堡。吼吼！阿格拉小猴，它的外墙高达20公尺，由红色砂岩筑成，外表严肃沉稳，像是一个不轻易开口的帝王。但一走进去，你会发现里面是另一种风景：宫殿、花园、水池、清真寺，每一处都细致的像是另一首诗。长长的一个走道，盖泰姬玛哈陵的那个加沙汗国王。被他的儿子在泰姬玛哈陵完工之后，就被他的儿子放在这边囚禁，所以他只能从这边看，远远的看着泰姬玛哈陵。难道说这边拍手会有什么回响吗？回响，就有一个回音啊，然后怎样？就两边都是墙，所以有回音。再一次啊！松鼠是这边的松鼠真的好瘦，台湾的松鼠很肥呢。昨天在网络上学了一个，说这样动作会引起松鼠会过来。松鼠有吗？不理我。走进阿格拉红堡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这座市民大厅，这是皇帝接见民众与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。开放式的长廊，整齐排列的柱子，像是一座石头编织出来的宫廷剧场。走上一段一段的楼梯，转角处却总会突如其来的出现神秘的空间，像是从一条历史的缝隙突然推开了另外一道门。城墙上那我们就准备去眺望一下泰姬玛哈陵啦。
这里是皇帝与后妃们真正生活的地方。建筑从红色的砂岩转为白色大理石，墙上的花纹柔和，拱门细致，整个氛围突然温柔了起来。而宫殿中央有一块对称的草皮，那是安哥里花园，以前曾种满香草、葡萄与玫瑰。那这也是沙贾汉他盖的部分，所以你也可以在这里看到，就是大部分都是他喜欢的样式，就是白色的大理石加上各国宝石镶嵌。在他全盛时期，这个阿格拉堡应该有500多栋的房子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曾经有过的战争，就已经少了很多了，现在剩下其中几栋了。然后大部分的很多的宝石啊什么的都被拆掉，就只看到大理石而已。是那个八角亭。八角亭是红堡里最美也最孤独的地方，它用白色大理石打造，雕花细腻，四周是半开放的拱窗，光线柔柔地洒进来。这里原本是为皇后所建的亭子，后来却成了沙贾汉的囚室。据说他在这里被儿子囚禁了8年，哪里都不能去。他每天只能坐在窗边，从这座亭子望向对岸，远远地看着他为爱建造的那座白色陵墓泰姬玛哈陵。那是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，也是他最后的念想。那以前的国王就住在这里面，在这里议事，然后走出来看看花园，过得不错。这样怎么会知道民间疾苦啊？我的天！不知道以前是嵌什么东西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些印子，但是原本的东西都已经不见了。这都是大理石，摸上去很冰。这旁边呢也有嵌这个石头，黄黑的石头。然后这边看出去就是窗外。以前的窗啊，都是用这种石头做的，做成窗的样子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这上面原本应该也都是有花朵的装饰，但是现在都只剩下印子了，没东西了。他经历了不同的国王，一开始的时候是用粉红色的砂岩去做，沙贾汉4世喜欢白色，所以他用了白色的墙壁去做。等到沙贾汉5世的时候，因为他喜欢大理石，所以他用大理石去做。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同样的城堡，但是有不一样的建筑风格。它那个窗棂、窗花，还有这样子的雕刻。大家可以看到有砂岩跟大理石，大理石都是后来的沙贾汉5世去把它做上去，因为他个人的风格就是喜欢白色大理石。不得不说，它的美感是真的还不错。那为什么粉红色砂岩这一区啊，到处都是尿味，充满问号 ？Why？ 为什么呢？可能是因为粉红色砂岩会吸水，然后大理石不吸水，所以他们都在这边偷尿尿啊。因为景区这边好像没有很多的厕所，所以可能就这样吧。地上啊都有这个排水口，刚才就有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对着这个洞口尿尿，赞。我有在这，好吧，看起来不会太糟。是不是觉得画风突变？忽然我就坐上火车，是因为我正在逃跑，逃上火车，现在才安全。这段经历想起来还是会背脊发凉，因为那一天我已经连续做错了太多选择，只要再错一步，可能真的回不来了。那现在就说给你听，我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出站班就会有超多那嘟嘟车的司机，然后就来一个人说1人100。然后我听了，我觉得 OK 啊，因为本来是50到100。然后在路上的时候，他问我是哪里人啊，就聊天。他英文不错，就都听得懂那种。然后他拿了一本笔记本给我看，上面有写说，我是台湾人，这个司机人很好，我们玩得很开心这样子。而且他上面都有写1200。今天泰姬玛哈陵的门票是免费的，因为今天是他们的特别节日，泰姬玛哈陵不用钱，等于现省1300。那想一想说，这2天
的行程确实也比较操劳，不然今天就不要那么累。想说哦，好吧，那不然就包好了。我选交通商家其实都很谨慎，但那天就是偷懒了。泰姬玛哈陵门票免费，加上又有台湾的评论支持，所以我就决定包这个车。而这就是我犯的第一个错，我不是被骗，是我自己把警戒心给收起来了。早上的时候是跟着他去买巴士票的，一张票600。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票大概是300多，想说贵一点点，还行啊，贵100多、200多还可以接受。好，然后我还请他给我看巴士的照片什么的，都 OK。好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办公室其实很小，我当时觉得有点怪，但又想着，哎呀，要快点买票才不会耽误去泰姬玛哈陵，票价也没有贵到太夸张，所以我就买了。连是哪一家巴士公司，我都没有去做资料的查询，这是我犯的第二个错。当你在赶时间的时候，最容易掉进陷阱。去吃东西的时候呢，他带我们去吃一间餐厅，这间餐厅呢，价钱都超贵的，一份餐呢都大概是300到600卢比。平常我们吃一份餐呢，大概就是100-200，很贵的也才300多，所以它这个价钱算是一般的2倍。好在呢，它的味道还 OK， 这是唯一庆幸的。但我那个时候，我心里就觉得说，他希望消费的餐厅来赚到更多的钱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对这个司机很反感。我自从在那个餐厅吃了饭之后，我就全身乏力，然后脑子很热，头很晕，看一切事物东西都感觉离我自己很遥远。但即便是这样，我也没有当下走人。那时候我开始不舒服，想吐，但我还没有跟他结束这段雇佣关系。这是我犯的第三个错。我明知道他要讹我的钱，我却还选择继续待下去。印度我唯一能喝的水只有这一瓶，是我可以喝的，其他的我全部都喝不了，一喝就直接什么头痛啊、脑热啊、脑晕啊，各式各样都有。我们是包车嘛，那我想要去超市，他说不要，他很坚持要带我们去一个 bazaar。后来想一想，就是确实这个水也不一定要去超市。那个巴萨是一个非常非常 local 的巴萨，全部都是印度人，没有一个外人。然后那边乞丐非常多，然后都是一些本地人的小店，走在那边就会受到很多外人的关注。路人看我的眼神很不友善，环境也很恶劣。我其实那时候就应该转身离开，去火车站，连1200的车费都不要给他。但我没有走，我心里在想，我都已经答应他了，我不能不守信用吧？这1200还是要给他。但这就是我犯的第4个错，我用道德绑架了自己，把信用给了不该信的人。我就打电话给他，跟他讲说我想去超市，他坚决不让我去。他说不可能，这边一定有卖这个水。我说我已经问了整个街区，然后他这一部分还做不错，他带我去了好几家，大概10几家吧，最后总算找到。买到之后，他把我们载到巴士站。我那时候没有拍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身体也不舒服。那巴士站只有3张很破旧的椅子，一点都不像是正规营运的公司。我们坐在那边等车，我看到门口有一台巴士，我就查了一下这间巴士的评价，2点多颗星，而且里面都是写说这个司机很糟糕，服务态度很差，在高速公路上乱开，然后差点翻车，差点出车祸，车上灰尘很多，叭叭叭这些。我看完之后下定决心，我要离开这里。这可能是我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当下只有一个念头：如果我现在上完这台车，我应该再也下不来了。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继续坐那台车啊，我是很担心说那台车上面如果只有我们几个人，到什么荒郊野外还是什么很暗的路上，因为是搭夜车，晚上5点多的车11点多才到达，如果在路上发生什么事，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果断离开，直接冲到火车站买了火车票，现在已经在火车上了。逃离阿格拉行动就是今天的活动名称。抵达斋普尔，现在来盘点一下这一次的学费啊，包车是花了1200，中午的午餐呢是花了500，加巴士票是600，所以这样加起来是2300元，核算台币的话就是888台币，好吧，所以我等于上了一堂888的印度诈骗课。好啦，就是希望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，让所有去阿格拉的旅人呢都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。阿格拉现在也已经有捷运啦，所有主要的景点都有捷运了，所以你也不是只有包车这个选择。无论到哪里旅行，都记得货比三家，而且不要轻易的相信想要跟你交易的任何人。
晚上的风之宫，这窗户透出彩色的耶，是真的还蛮壮丽的啦。很上的斋普洱，已经闻到塑胶味啊！今天天气明明就没有很冷，但是塑胶还是要烧一下，那个味道真的蛮难闻的。到了，我要住的地方。OK，Thank you，Good night。今天是我人生求道的第12天，我学到的是相信直觉，拒绝侥幸。错一次没关系，但如果连错3次以上，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正在危险的边缘。而我还在路上，一边旅行一边学习，慢慢变得敏锐，也学会更温柔地对待自己。我是彩玲，现在在印度独自升级，我会持续旅行，直到绕地球一圈。记得订阅追踪我，我会继续把沿途的故事统统带回来给你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